这是一个发生在警察局里的故事。一天中午，一个女警正在厕所里化妆。可是当她正要走的时候，她听见厕格里发出“啊”的声音。这时候她就在想啊，大白天的不至于这么邪门儿。于是她就走过去看了一下厕格。她推开了第一扇门，里面没有人。她又推开了第二扇，也没有人。当他推开第三扇门的时候，不是你别打人啊你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行不行啊？散散。干什么呢？你干什么呢？上厕所？吓我一跳。哟，展大博士还会有吓一跳的时候，怕什么？我要见 SCI 组长白玉彤。哎，这点小事儿，咱白四儿不会管的，回去吧。这个算小事，恐吓信哎，要杀人的。看你图西族人，他们会隔空放火的，还不都怪你？我再说一遍，我要见 SCI 组长白玉彤。你回去吧，别再浪费警察资源了。冯杰，你朋友，警察学院时的战友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事儿你要耽搁了，你可担待不起。白四儿，冯杰，好久不见。哎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哦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同事展耀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刚才说的那个隔空放火是怎么回事？我说我亲眼看过隔空放火，你们信吗？那是在马六甲海峡和安达曼海的交界处，有一个岛屿，叫做图西岛。岛上的原始人叫做图西人，他们有一个恐怖的习俗，
每当他们的族人触犯族规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降下火焰，将他们活活烧死。这么说有点无稽之谈了吧？你说这些图西人，他们现在还在烧人吗？他们现在烧不了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200年前，他们都被活活的烧死了。烧死？哼，他们不是能控制火焰吗？怎么还被烧死了？根据登岛的荷兰商队的猜测，应该是图西族，图西之神。他认为他的子民罪孽深重，于是降下火焰，将他们都烧死了，让他们从罪恶中解脱。我看那是火山爆发吧？哎，不是凤姐，你再怎么说也是位退役警察，怎么搞出这种东西啊？我不是也没办法吗？收到恐吓信的不是我，是我的雇主甘丽媛。你的雇主？退伍之后，我就做了甘丽媛的私人保镖，他就是专门做图西族工艺品生意的。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收到第一封恐吓信的1个月前，我们收到了第1封信，之后每隔1个星期就收到1封。刚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没什么，后来信的内容越来越夸张。1个月之前开始，1周有1封，那第4封呢？这照片上的人是甘丽媛的家人，从拍摄的角度上来看，应该是偷拍的。哎呦我去，这也太邪门了吧！鸡皮疙瘩都掉了一地。哎，你说，我说你，那身装扮就是图西之神图西。昨天晚上展览馆里面莫名其妙的起火，保安看过了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。然后今天早上收到了这封信。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现场看一下。大家，你说这帮人这点出息，去通知一下公孙吧。是。公孙，上车。工作时间我还是坐警车吧。我也有公事去呢。什么？不妨碍我们工作就好了。雨桐、展耀，你们2个先上车。啊？上车。哎，后边。上车吧。我能拒绝吗？不能。来吧。指纹识别机、面部扫描仪，我觉得你们老板还挺谨慎的。甘丽媛先生为了这次的展览可是下了重本。行了，你们跟我来吧。图西岛是海岛，所以图西族人以捕鱼为生。他们的火焰文化也是从烤鱼开始的。
你们这儿的摄像头可真到位啊！这里1周以后将是国内巡展的第1站，行业内的很多老大都会来这个地方。为了保证藏品和参观者的安全，我们这里任何一个角落都装有监控器，保安是24小时轮班。不就是工艺品吗？至于吗？你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小玩意儿，这里的安保系统就是为了保护这个的。被火星处死的人，最后都会变成炭尸，成为图西族最著名的丧葬工艺品。他们被绑在木桩子上，呈长条箱子状，所以被称为箱石。这个也能算是工艺品吗？真搞不懂你们艺术圈。我问一下，这和其他的炭尸有什么区别？我在医学杂志上看过，它们的区别在于，中国和埃及都是死者死后才进行脱水和防腐处理，而图西族的技术能在生前涂抹药物，燃烧死后就直接脱水变成炭尸。这种防腐技术在医学领域也是一个谜。有生之年，我还想好好研究一下。这个东西值多少钱？拍卖底价300万美元。如果一次性付清的话，最低折扣多少？什么意思？1000万够不够？你干嘛呀，公孙？你把医学领域想得太肤浅了。我不是为你好吗？哎，对了，之前说的着火地点在哪儿？你们跟我来。公孙，老板，这是我的朋友，想看一下昨天晚上的监控录像。请。这个地方之前挂着一幅图西族的帛画，馆内我们都找过了，没有发现任何火种。请问2位是？关于你们收到的恐吓信，我们想了解一下。冯杰，你报警了？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能报警。跟你们说吧，行内的大佬都已经说过了，这一行事他们是志在必得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也许我们能创造拍卖史上的最高价。这个地方都烧起来了，你要再不加强安保的话，这万一真的有什么诅咒……住口！这话传出去，我东西还卖不卖？卖不出去，你来赔啊！甘立元先生，我也认为你们确实应该加强一下安保，否则下次危及到的可能就是你的人身安全了。开玩笑吧？我从商这么多年，很明显，这就是竞争对手的伎俩。几封信，一把火，搞个恶作剧，以为这样就能吓到我吗？真的只是恶作剧吗？4封恐吓信分别寄到你的家里、公司、别墅，还有这个私人展览馆。每封恐吓信的内容都在升级，而且对方对你的行踪也是越来越了解。那又怎么样呢？署名为图西的恐吓者，他不断逼近你的私人空间，试图想要把你逼出安全的心理缝隙。你想干嘛？他非常享受这种狩猎的快感。我猜你在投降之前，他是一定不会罢手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这安保你也看见了，人我是不会加的，特别是你们警察，不要干预。当然，要是你们想来看展览，我会让冯杰破例放你们进来，啊？你呢，也不要太得意。你这个展览，
只要我一句话，消防不过关，就得给我全部取消。你，行了，看来甘丽媛先生不需要我们，走吧。冯杰，你说这恐吓信有没有可能是甘丽媛自己炒作？用自黑来负面营销，现在娱乐圈很流行这个。我看不像。刚才我提到恐吓信的时候，他本能的反驳，语言和行为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防御，说明他对恐吓信的内容还有我们的调查，都抱有恐惧心理，自己给自己寄信的可能很小。要是真想炒作，巴不得和警方一起把事情闹大，而不是让警方停止调查。刚才不好意思啊，我替甘丽媛先生向你们道歉。冯杰，我得先回去了。好。灭火器！灭火器！灭火器在那边！这就是图西的诅咒。隔空放火，玷污图西文明的人，终将受到烈火的制裁。确定他是烧死的？是炭的味道，3分钟不到就烧成这个样，不寻常，而且还没有火种。白 Sir，这整个管子搜遍了，没有找到任何火源。那这不会真的是隔空放火的诅咒吧？这世上根本就没有诅咒，专心调查。对了，电路也没有任何问题，而且保安说，从昨天晚上开始，他们连火机都不让带进来。有没有发现能够产生高温的东西？比如说聚光灯？这个他们说有特意留意过，没有这种东西，而且也没有发现有助燃物。白 Sir，监控录像和你们看到的一样，甘丽媛是突然起火，监控录像没有什么异常。那冯杰那边，韩姐吩咐我们一直看着她呢，刚做完笔录，她也没什么可怀疑的。白 Sir，休息室里发现嫌疑人。什么人？带回警局。莫里斯，28岁，是负责图西展品的拍摄。这是他第一份工作，之前一直都在给模特拍私房照。哎，警察大哥，二位长得真帅，要不要改行跟我做演员去吧？啊，我认识一个导演。导演你个头啊！导演，说为什么在现场？我跟那个甘丽媛先生是朋友，我们今天约了见面。甘丽媛人品这么差，还有朋友？警察大哥，我说的这个朋友是这个朋友。所以这次他没有给你工钱，你就决定放火烧他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我要干掉他的话，我就真的没有工钱了。况且我是案发后从后门进去的。后门？当时我在展馆外面拍照片，可惜没有拍到他被火烧成灰的样子，挺可惜的。这么说，你也相信诅咒杀人了？我才不信那个呢，那些图案什么的，但是确实挺邪的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打住！你刚才说的，你是案发后从后门进去的？对呀，甘丽媛烧死的样子，我就想拍几张，所以说我就翻过那警戒线。哦，私闯现场。哎，不是，赵夫，哎，你至于吗你？我带你们去见见导演，做演员，当明星出道，好不好？不好。这老太太原来叫做莫宁，是南汇大学的教授，一直是学校里图西研究会的会长。你说甘丽媛这么一个人品好、有礼貌、有尊老爱幼的好人，怎么就这么没了？哎呀，
跟他在一起的小姑娘原来叫做周露，是研一的学生，还是研究会的干事。太可惜了。好人。对了，那你们今天为什么要去那儿呢？甘丽媛先生是学校图奇研究会的捐资人，我们每个月都约好碰面一次。那案发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当时莫老师说想出去透透气，我就陪他到后院走了一圈。可是刚一回来就被你们的人带来，说甘丽媛死了。没事。警察小哥，你们一定要相信，图西，它是存在的，它真的会诅咒的。我信。我查过学校的捐资人名单，里边确实有甘丽媛。甘丽媛竟然会捐资研究？不是单纯的捐资。我翻了一下研究会的论文，里边每一篇论文都是他故意哄抬图西工艺品的历史和它的文化价值。与其说是论文，倒不如说是单纯的宣传稿。这应该是他们炒作的一个环节。那个研究会应该就是个托。现在甘丽媛死了，研究会没有业务来源，应该办不下去了吧？我觉得那也未必。我按照周露的说法去调查了一下莫宁，发现他光房产就6、7处。如果他真那么有钱的话，那这研究会我觉得一时半会儿还倒不了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你说一大学教授怎么会那么有钱呢？就是，调查归调查，别老是八卦人家的私事。就是。阿卡莎呢？阿卡莎呀，他就是一江湖骗子，专门帮这些有钱人看风水，还说自己是什么之子。恐惧之王，能观测别人的命运。甘丽媛就是他一客户。我是恐惧之王之子，阿卡莎，650岁。阿卡莎，小学学历，自称是占卜师，今年65岁。是恐惧之王告诉我，甘丽媛有血光之灾，我是来救她的。那您父亲孔子之王是怎么说的？是恐惧之王，迪亚波罗，不是孔子。父亲说了，要是我不助其消灾，他就必遭图西的诅咒，火星愤怒的燃烧。是图西族之神的那个图西吗？你不要不尊敬图西，不然的话，下一个受惩罚的就是你们。这个阿卡莎呀，除了神神叨叨之外，暂时没什么可疑的。你们说，他会不会就是那个寄恐吓信的人呢？从心理学上看，不像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詹博士，你说过，这恐吓者通常都很享受威胁猎物时的快感，在猎物投降前一般是不会得到满足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这个阿卡莎是恐吓者的话，那他一定不会来找甘丽媛的。可以啊，白痴，学得挺快。对了，詹博士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说，这几封恐吓信是从鉴证科那里拿来的，没有什么利用价值，而且寄信的邮局我也去查过了，发现这里大多是田地，很少有人的。那这信是谁寄的？鬼寄的？所以说，这是不是人为事件还不好说呢？现在连嫌疑人都没有，我们会不会是在做无用功啊？那你是不是也认为是诅咒杀人呢？不是，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甘丽媛燃烧的原因啊，这监控里也完全没有问题啊。找公孙，验尸报告。能。
别动啊！带上。公孙吩咐的。不是我说姐，我们在办案，现在你在这里有点不太合适吧？我也是目击者之一啊，过来你们这里接受询问的。死亡时间和我们查的时间是一致的，是高温燃烧后的全身皮肤和结缔性组织损害引起的烧伤性休克，就是俗称的烧伤致死。热量从头颅扩散到全身，烧焦碳化。我说的没错吧？现场如果没有助燃物的话，火势是很难烧那么大的。果然，我在尸体上找到了这个驴镁粉，尸体上的五氧化二磷的残留，也就是驴镁粉在高温燃烧后的产物。铝镁粉涂在干栗园的衬衫上，它就会自动点燃，而且没有任何察觉。没那么简单，铝镁粉的燃点是240度，一般常温下，即使有助燃物，它也不会被立刻点燃。再说，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着火点和点火装置。综上所述，很有可能是人体自燃。人体自燃？1673年，法国人米勒特发现被烧死在家里草房，尸体烧成灰烬，只留下头骨和指骨，可是草垫床却完全没有被点燃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认同任何灵异现象，存在即合理。也就是说，你也不清楚到底为什么干栗园会自己烧起来。我的工作是化验、查证，是你们的工作。就是，法医也查证的话，你们是不是也要把工资给公孙啊？啊？公孙，恭喜你有一个贤内助。姐，平时私底下也没见你算那么清楚啊。你。白 Sir， 怎么样？按照公孙的说法，目前还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人为的。啊？那不会是真的是灵异现象吧？根本就不存在灵异现象。气流、光线、磁场，是形成所谓鬼魂灵异现象的必要条件。也就是说，看到鬼魂什么的都是错觉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气流、光线、磁场形成心理暗示，最终产生所谓鬼魂的灵异现象。所以说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灵异现象。就算是有所谓的灵异现象，那也只是暂时用现在的科学无法解释而已。那干栗园的人体自燃呢？这又该如何解释啊？关于干栗园本人查到了什么啊？简玲，简玲，握手。简玲，别动！白 Sir 叫你呢。哎，白 Sir， 我看啊，白 Sir 是这样，干栗园德玛西亚展览公司的负责人早年经营船运生意，经营不善倒闭了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5年前开始经营涂漆工艺品的巡回展览，挣了一大笔钱，不但把之前的债还清了，还买了好几个展览馆。那人际关系呢？简平，人际关系？哎呀，他就是个人渣，吃喝嫖赌样样沾，外面一大堆仇家。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我牺牲睡眠时间去查。是浪费你的时间呢，还是你不想查？CI 组员蒋玲，现在正式通知你，将扣除你本月和下个月所有奖金。那什么，白 Sir， 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吧，您说的特别对。像这种人渣，为了正义，我一定会把他祖宗18代都给查出来的。您放心。这就对了。哎，白 Sir， 干栗园身边这冯杰，哎，干栗园身边的朋友都是对他一致好评啊。白 Sir， 那冯杰挺帅的嘛，他有女朋友吗？啊，阿杰不喜欢你这种类型的女生，这个我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他喜欢男人？不
管他喜欢男的还是女的 ，I don't care。你们马姐分分钟搞定他。哇！没品味，不懂得欣赏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到底怎么了？我是在想，这个案子有一个人很可疑。谁呀？冯杰。冯杰是甘丽媛的贴身保镖，他的作息和行踪规律，他是最了解的。我们只要知道他的动机，剩下的就是犯案手法了。不是，你连犯罪手法你都没找到，你就去推测别人的犯罪动机，你这么判断也太没有逻辑了。怎么没有逻辑？你以为这是灵异现象啊？就算不是灵异现象，也不可能是阿杰。你有证据吗？那你有证据证明不是他吗？疑罪从无。我觉得你这样想太感情用事了。感情用事的是你吧，白雨桐？你好，我们各自调查，各自取证，看谁最快破案。哼，你觉得我白雨桐会输给你这个心理专家？好啊，最好别让我，别到时候输了找借口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好啊，好啊。这做什么呀？冤家呀，欢喜冤家，知道吧？要不这样啊，看谁呀能笑到最后。赌1个月零食，没问题。来呀，来吧，来吧。说话算数啊！好了好了。进来吧，白池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骗人？你怎么骗得过魔术师啊？况且你天生就不懂骗人。啊，我来这里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刚才那火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想问的不是火，是人体自燃的案子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自从上次的案件，跟包具一直有联系。他跟我叔叔是好朋友。那你知道能让人体自燃的魔术吗？有是有，不过需要满足太多条件了。那个案发现场不适用，而且你知道的，魔术的背后都是符合自然规律的，不存在超自然力量。人体自燃也是一样，只不过还没有发现背后的原因而已。那好吧，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。你手里有什么秘密吗？嘿啊！讨厌，那我先走了。我再问你一个问题。你不是说好就一个问题吗？这个问题很重要的。行，你问吧。他会人体自燃的魔术吗？他？你的叔叔赵觉。我叔叔他用的不是魔术，是比魔术更高等级的魔法，操纵人心的魔法。被操纵的人会背负罪恶，坠入深渊。
图西。等会儿，那胳膊，那胳膊，那不是我的手。